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正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机锋！啊？什么？什么机？哎呀，什么机不机锋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，什么雷门啊？啊！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阵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身上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
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吴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吴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，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无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心，吴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
十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一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昕身上的魔气。吴昕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，12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，可对？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
可是我师父为何离世？就是那虚伪之人，一本无言，无所提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无心，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。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。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，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莲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心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心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甚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心，别做傻事。我依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，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心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心，别等我了，
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无心，哎，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，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心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吴心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，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扶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禅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12年前，我曾和忘忧打了个赌。打赌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赌局从来就没成立过。这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了。看来是老和尚。无心师弟，受苦了。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看来九龙门的人败了。无双城也来趟这趟浑水，雪月城趟的，又是多情的水啊！你要拦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他。一念成魔，若是我们不给又如何？杀了我们，伤而不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就凭你卢玉宅，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子，
然不是，就凭我无双一语，你这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你说，御剑术，星霜。绕指柔，玉如意，以这小子的年纪，就能操控无双剑匣放出4把飞剑，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去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冷淡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小子，这无心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的话，这是真真正正的6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傅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6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，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
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你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冥侯月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：“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！”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杰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名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。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；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的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沈清舟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谢。剑挡拿肉挡，还真是个傻子。起来吧。的确是傻，不过这份情谊值得敬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杰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了。好。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今日放你一马。你可要记住了，日后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无双，为何不继续了？已然尽兴，便不想打了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转身江湖路迢迢，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绕绕，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沿途零九霄。檐下水渺渺，心声随境缘轻渺渺。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奔结啊。
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踏沙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当见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皆老。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下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卢玉斋，师命难违，唐莲，我劝你还是让开的好。一起上！谁？30寸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刘杰，你要记住这个人。之前你遇到的风雪剑沈庆州、碎空刀王仁孙，虽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过也只是之一罢了。而这个人，乃是当今用枪第1人，枪仙司空长风。枪仙司空长风，雪月城的3城主啊！你这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适才你问我是谁，你不认得我，可认得我这杆枪？见过枪仙。无双城这次派了这么多精锐，为了一个质子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回去告诉无双城的那些老爷子，若真以为抓到了一个孩子就能够颠覆整个江湖，那么莫说什么天下无双，这无双城的名字，我看也不用再叫了。还有，无双城难得找到一块良材美玉，可别用杀猪刀给雕了。这句话，烦请回去转告给宋彦辉。前辈这句话，晚辈定能转告。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忘了的话。刚才你留手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几个不死也会重伤。多谢了。不必谢，只希望各位伤愈之时有再战的机会。好。我的剑法虽比不上二师兄，但也练过几年。这是怎么可能？枪仙这个仙字可真不是白叫的。无双剑侠13剑，果然只有修炼到仙仙才能完全操控。萧总，这把剑是……天下10大名剑第2，大鱼朱雀。大鱼朱雀。哇！
名朱雀，司空长风。大名朱雀，司空长风。还魂了？御剑、御枪，道理总是一样。我只不过用我的内力强行操控了无双剑匣。若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还要靠你自己。多谢枪仙指教。走吧。走，师兄。三师尊，唐莲，你这次辛苦了。阿爹，千洛，你这次可真是太……阿爹啊！你能不能先下来说话？我们仰着头说话好累的。哦。阿爹，阿爹，别生气了嘛，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会这样。还有下次啊！你知不知道，爹为了找你，把整个雪月城都翻过来了。哎呀，阿爹，我错了嘛。哼！哎呀，我错了嘛。三师尊啊，千洛这次确实胡闹了，一定得严加惩处。师兄，我一路上帮了你多少忙，居然这么说。是啊，千洛也是好心的嘛。啊，你还有脸说？这一路上净拖我后腿，哪里有帮忙？拖后腿？千洛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总给大师兄添麻烦呢？要不是我，他早就在美人庄内翻船了。我听说了，你好像帮他破了一个什么叫什么孤虚之阵，对吧？哼，就算你不插手，一个小小的孤虚之阵还难不住我。小莲这话说的也没错，以小莲的武功，在咱们雪月城也是年轻一代之中的翘楚了。我看你啊，是气我坏了你跟那个天女蕊的二人世界了。你，好了，消消气儿啊。天女蕊是谁呀？就是这样。哦，想不到天下闻名的枪仙，私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啊！你知不知道？确实没想到，这个真是太帅了。我看他们三个聊一宿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以后你可不能再这么玩地方。那个知道了。枪仙前辈，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堡雷无杰，正要去雪月城拜师呢。小伙子，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了。啊！别在这丢人了。他说我长得精神呢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吴昕。让你们受苦了。本来我早就该到的，只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旧相识，拉了拉家常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自费一身功力，也非常人所能做到，难怪忘忧这么看重你。你也是来带我走的？不，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我想回寒水寺。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白发仙，白发仙，我刚刚说的那位旧相识，就是他。莫叔叔。哼，一见我就跑不说，还下那么重的手。你还认我这个叔叔啊？莫叔叔武功这么高，我哪能伤得到你啊？人我就带走了，雪月城不会后悔。还是那句话，雪月城不怕魔教，
不怕天外天，更何况一个区区少年。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带他走，可问过他同不同意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回那寒水寺吗？那他若是真想回这寒水寺呢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当真以为我怕了那躲在雷家堡的雷轰，不敢杀你？不信，你真的要走？好。12年的契约已满，你本该就走的，为何还犹豫？锁山河之约为期12年，那期间他是质子。如今12年期限已过，天地偌大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说的没错，无心，你一句话，大不了我们再打一架。你就要拜师雪月城，又如何能与枪仙动手？师门是师门，公道是公道，兄弟是兄弟。萧瑟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的没错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，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一人离开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人间风萧萧，尘世音不绝思渺渺。宿命了一了，平心而动开怀言表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。我明白了，我走了。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赤脚不寂寥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，无心知道了。其实啊，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，忘了就好。
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境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山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入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
位，这下官风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师叔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四绝之外，还有一绝，您就不见了。这江国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想当年，这棍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子阁来，讨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啊。走了走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别推我，再推我，走吧你。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闯阁吗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，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你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！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，会那望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……飞君啊，看来本公子今天这一觉，的确是晚了。望城山弟子。剑经过蝶涟漪，吹风化雨小惊喜。手持不闻梅雨细，梅花翠江顿戈壁。处处茅庐青色不可欺，文武战士苍茫秩序。无所谓民歌错综不拘，破天际借天词断一题。行过困境里对练出豪迈勇气。望江湖路上历练峥嵘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入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。月黄回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那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。是你我并肩又一程，早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程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
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赔我？赔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。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骰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两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听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，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站开，站开！
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二位喝杯茶。哦，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师叔？哎，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二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轩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材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材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。豆浆可还好喝？嗯。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他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教你了！